欢迎来到新兴消息频道，请订阅频道，所以大家不要错过当天最热门的新闻。我们今天的时事通讯包括以下内容：知否没拿奖是意难平，风吹半夏拿不拿奖，对赵丽颖来说真的不重要。知否没拿奖是意难平，但风吹半夏拿不拿奖，对赵丽颖来说真的不重要了。这2年赵丽颖的转型非常成功，她的戏路怕不是在即卡吧？王侯将相，是农工商，人妖神魔，该有的一个不少。知否中智慧儒雅的明兰，女儿国中高贵灵动的国王，楚乔传中骁勇善战的楚乔，以及与凤航中魔界贤珠而生的苍璧王沈黎等等。很明显，赵丽颖已经和同期的85小花有着断崖式的差距了。所以风吹半夏拿不拿白玉兰奖，在观众的心中，赵丽颖都已经是最佳女主角了。而赵丽颖也不愧是偏选许半夏，她把一个身处社会底层的小人物到开辟过继废钢行业的女企业家，刻画得入木3分。即使在一众实力派老戏骨中，她也没有丝毫怯场，反而是把野心十足的许半夏这个人物身上该有的果敢刚毅和目标清晰展现得淋漓尽致。他丝毫不掩饰自己对金钱和权力的追求，这才是真正的大女主打开方式。后来电视剧上映，却有人吐槽赵丽颖脸大还长痘，殊不知这个角色在原著中就是体重快到200斤的一个形象，而赵丽颖增肥也正是为角色努力付出的表现。额头上偶尔冒出的一颗痘，也是这部剧所独有的真实感。毕竟一个前期只顾追求生存，后期一心搞钱的人，怎么可能处处精致？不同于那些千篇一律被磨皮美颜过的电视剧，风吹半夏所呈现给观众的就是无可比拟的真实。要说这部剧好看在哪里，赵丽颖功不可没。每一场戏，只要她觉得情绪不对或是演技不到位，都会要求再重新来拍一遍。包括之前在《幸福到万家》里也是一样的。赵丽颖对表演的要求是细致入微的，每一场戏都尽量做到完美，不给自己留下遗憾。拍戏这么多年，赵丽颖的台词功底已经进步非常大了，不但张弛有度，还非常具有爆发力，和每个角色的适配度都很高。可见赵丽颖对台词的处理完成得很好，口齿清晰，逻辑分明，抑扬顿挫也恰如其分。最重要的是，她十分符合和幸福的性格特征。赵丽颖从一个非表演专业出身，到如今坐上演艺圈顶流的位置，她的励志人生简直可以拍成一部剧了。风吹半夏36集，横跨10余年，光是剧组服装就用了上万套。风吹半夏剧组绝对是最良心的。为了还原上个世纪90年代的摩登时尚复古风，剧组的设计师真的费了一番苦心，呈现给观众的视觉效果不仅要符合上个世纪的潮流，还要贴合当下的审美，所以一些服装单靠手工制作是达不到效果的。大到廓形，小到一个纽扣、拉链，都非常还原许半夏所处的时期。他搭配的服装是从一些国家和地区买来的，甚至是从收藏家手中找来的。仔细看就能发现，有的纽扣上已经有很明显的磨损了，真的是非常久远。36集中，赵丽颖为半夏试了350套衣服，其中一部分就是藏家手中的古董品，现在要想买，就是花钱也不一定能买到。剧中许半夏有一件米白色大气的西装，鹦鹉绿的内搭衬衫，另外设计师又在外面做了飘带的延长。当时追剧时就想要下单1件这个同款了。在剧组上万套的服装中，许半夏的服装变化最具代表性，横跨10余年，她的人生也分为3个阶段。首先，前期许半夏还是个没有太多存款，在底层打拼的小人物，她的服装多以牛仔衣为主。
第二个阶段就是许半夏从俄罗斯进刚回来，摇身一变成了小富婆，她的打扮也更加贵气了，基本上以裙装和套装为主，大色块的服装非常符合90年代中期的特点，更加细致的体现是许半夏的妆容和发型，大波浪卷发，复古大红唇，包括野生眉以及耳环项链，每一个都很小，配饰都是精挑细选的。到了后期，许半夏也逐渐的在成长，她的打扮上就显得更加成熟了。体现最明显的就是整个服装色彩的变化，由浓墨重彩变化为极其雅致的着装，多以风衣和中长裙、真丝衬衣和毛呢大衣为主，处处展现着她成熟女性的气息。除了女主，其他人的打扮也随之改变，凸显出了岁月在角色身上时过境迁的痕迹。所以说，《风吹半夏》剧组真的非常细节，他们呈现给观众的是更美更时髦的潮流风向。就离谱，赵丽颖出演《风吹半夏》，居然被老爸警告不要入戏太深。这事还得从《知否》说起。上一次赵丽颖演完《盛明兰》，因为剧中的盛老爹太气人，所以回到家对着自己老爸时，也止不住的阴阳怪气。没想到这一次的《风吹半夏》中，许半夏的父女关系又不太对付，所以赵爸爸立马给丽颖打了个预防针，千万可别入戏太深啊。然而更头大的人其实是王劲松，他在剧中是许半夏的老爸许有仁。本来这个角色导演是想请倪大红老师出演的，毕竟他在《都挺好》中饰演的人精苏大强非常深入人心。可是倪大红却不想再接这类角色了，自己好不容易熬过了被网暴的艰难时刻，这次说啥都不演，有过之而无不及的渣爹许有仁了。导演万般无奈之下，只能找到自己曾搭档过的老戏骨王劲松了。因为之前合作过《破冰行动》，所以这一次被导演忽悠说是要出演一个像东叔一样的大反派，王劲松二话没说就同意了。可是等他拿到剧本的时候，才发现自己被骗了。不过戏都接了，王劲松也只能硬着头发演下去。事实证明，老戏骨就是老戏骨。王劲松在剧中每个眼神、每个动作都处处展现着这个角色独有的特点，尤其是他每次情急之下都会薅头发，这个动作也让很多观众印象深刻。其实这是王劲松从导演那学来的，在片场的时候，导演一着急就会薅头发，这个小设计的加入，也让许有仁这个角色更加生动丰满了。就是在这部剧中，表现同样出彩的还有黄金配角黄登登。或许他自己也没有想到，自己跑龙套10几年，最后却被风吹半夏给带火了。当初傅东玉对陈宇宙这个角色的人选，是想要一个有演技又偏酬低的演员来出演，找了一圈才发现新世界中的小耳朵赘婿里的李萍。但凡跟他合作过的导演，没有不说好的，所以陈宇宙这个角色就非黄登登莫属了。同时他也没有让观众失望，追完这部剧，网友纷纷表示，下一届最佳男配角奖应该给他，这演技是真的牛啊！可就在大家都为陈宇宙的下线失声痛哭的时候，他却在隔壁县委大院剧组考编上岸了，这可是让我们万万没有想到啊！